響泰國清邁退休，生活或者買樓要用幾多錢？外國人買樓有啲乜嘢限制？泰國又有啲乜嘢長居簽證？邊一個適合我啊？大家好，歡迎收睇 N TV， 我係不了。2年幾前財自早退呢個課堂係關於財務自由、投資理財同埋提早退休。今集嘅主題係清邁退休睇樓考察團。今集不了將會分享早幾日去泰國清邁實地睇樓考察嘅情況，清邁嘅生活指數同埋外國人響泰國買樓嘅限制，分享泰國居留簽證嘅種類，同埋分析你適合邊一種嘅簽證，仲會分享不了對響清邁退休嘅諗法。無論你正為生活打拼，定係準備退休或者已經退休，都適合收睇，因為呢一集嘅資訊好豐富，影片比較長，一定要睇到最後啊！我哋而家開始啊！今集將會分為以下8個部分：第一，清邁生活概況同埋開支簡介；第2到第4部分將會分享不了響清邁睇樓嘅實況同埋買樓租樓嘅比較；第5部分會睇下泰國居留簽證嘅種類，你適合邊一種；第6部分係不了對響清邁退休嘅睇法；最後第7同第8部分會好快講下我今次響清邁玩咗啲乜嘢，同埋做一個總結。第1部分，清邁生活概況同埋開支簡介。大家如果一直有睇 N TV， 當中有一集第31集港男靠食色清邁嘆世界，大受歡迎，至今有超過13萬嘅觀看次數。不了上年去過泰國清邁旅遊，好中意，上星期再一次重遊舊地，亦都覺得清邁係一個好唔錯嘅退休地方。點解我會覺得清邁唔錯？2個主要原因：生活成本同埋生活質素。1. 生活成本平，我哋先粗略計算一下，響香港最基本嘅每個月生活開支：300蚊，食2500蚊，住1萬蚊，可能響新界300尺左右嘅屋，行1200蚊，雜費500蚊，每個月最低嘅消費大約15000蚊。2個人同住嘅話，一個月嘅開支可能要21000蚊。而響清邁，類似生活質素嘅生活成本只係大約香港嘅1/3，即係一個人大約5000蚊，2個人大約7000蚊左右就搞掂。響清邁接近市中心，大約300幾尺嘅精裝公寓，月租只係需要大概3到4千蚊。當然，豐儉由人，想住好一啲，好容易，俾錢就搞掂。之後嘅部分將會帶大家一齊去睇樓，由80到120萬港紙，300到600尺嘅公寓，到300萬港紙，2000幾尺連泳池嘅獨立屋，我哋都會去睇睇。2. 生活質素慢活同埋大自然。不了好中意大自然同埋簡單樸素嘅生活，亦都好中意文青生活同埋按摩。而且對於冬天怕凍嘅我嚟講，加起嚟青山綠水嘅清邁簡直就係我嘅天堂。清邁人俾我嘅感覺係老實、友善、和諧、樂天知命，唔會過分追求金錢，總係知足感恩。比起香港，佢嘅生活節奏慢得多，壓力少一啲，健康都會好一啲。出去食飯唔會要你限時離開，而且服務態度亦都好一啲，唔會對客人黑面。溝通上面簡單英語已經搞掂。當然，清邁亦都有好多不足嘅地方。有向當地嘅網友講，一到3、4月燒草嘅季節，空氣就會變得極差，而且當地嘅水唔太適合飲用，要長期買水飲。而我諗到最麻煩嘅反而係欠缺精神食糧。依家我喺屋企附近嘅圖書館或者書店，隨時就有中文書睇，嗰一邊就未必有啦。生活成本同埋生活質素2樣嘢加起嚟，響清邁退休嘅好處就即係 CP 值性價比比較高。第2部分，不了清邁睇樓考察團，價錢與質素。話說不了同阿哥早幾日去清邁旅行，原因係因為機票好平，2人同行，人均年稅來回機票只係1100蚊左右。當然係買咗先講啦。阿哥就話阿嫂叫佢去清邁考察退休，但係直到上機嗰一刻，我哋完全都冇計劃過行程，我哋心入面只係記住每日都要去按摩。今次清邁之旅全部即興，夜晚就諗聽朝做乜嘢，上晝先至諗晏晝做乜嘢，直到清邁旅遊嘅第4日，嗰一日上晝突然忽發奇想，不如晏晝去睇樓，完成阿嫂俾阿哥嘅任務。於是者，我哋晏晝就衝入咗一間地產中介。我感覺到經紀似乎好驚我哋混吉咁，想睇樓嘅話叫我哋再預約。我哋話過2日就要走啦，聽日下晝約唔到嘅話就冇機會噶啦。最後經紀經過一番嘅打量思索，
決定即日親自帶我哋去睇。我哋嘅目標係附近有國際學校俾小朋友讀書嘅獨立屋，目標嘅價格係1000萬泰銖，即係215萬港紙左右。經紀載咗我哋去一個叫杭東區嘅地方，位於古城區嘅西南面，國際學校比較多。同地產經紀中途講咗好多嘅嘢，例如收入，清邁當地大學畢業1年之後嘅大學生或者一般職業嘅薪金大約3000幾蚊港紙。而佢亦都不斷同我哋解說泰國房地產嘅政策同埋外國人買樓嘅限制等等。我哋第一間睇嘅係2層2廳4房嘅獨立屋，面積大約200平方米，即係2100尺多啲，係一個可以長租30年嘅項目。30年之後做一啲小手續同埋俾少少錢，就可以繼續續租30年，前後最多租90年。經紀話租90年已經同買冇咩大分別。佢話響中國內地買咗樓都只可以用70年，之後自動續期。我諗都係嘅，到時我已經唔響度啦。呢間屋價格700萬泰銖，即係150萬港紙左右。我就當係150萬長租30年，每個月平均都只係4200蚊左右，都算合理。空間十足，我自己要求唔高，覺得都唔錯。但係由於間屋只有基本嘅裝修，入住之前可能仲要使一啲錢去裝修。我哥嘅感覺就係，雖然話有2000尺，但係入到去嘅感覺唔覺得特別大，亦冇想象中嘅哇一聲嘅感覺。廚房亦都比較細，唔似一個2000尺屋企嘅廚房。出邊嘅圍欄亦都開始有啲生鏽，廁所嘅裝修亦都好似入門版嘅居屋。結論係地方算大，但係要另外使啲錢去裝修先得。反而同樣價錢600尺嘅 condo， 雖然地方細一啲，但係勝在交通方便同埋裝修精緻。接住落嚟，我哋再到另一個有泳池嘅單層獨立屋，面積250平方米，約2700尺，3房1廳1泳池，價格1390萬泰銖，大約300萬港紙，即係差唔多貴上一間1倍嘅價錢。先講保安，屋苑出面有嚴格嘅保安，我哋睇樓亦都要等埋另一位樓盤中介先至可以入去。途中經過嘅樓同埋周邊環境亦都好整齊同埋有格調。到達呢一間獨立屋一睇，真係冇比較冇傷害，整個感覺同第一間參觀嘅屋完全唔一樣。包括間屋出邊嘅草皮，好多細節嘅地方都做得好好，整個氣場同第一間完全係兩回事。屋外面有2個車位，可以慳翻唔少停車場費。一入大門，俾我感覺有淺水灣豪宅嘅感覺。大廳加上落地玻璃，樓底好高，落地玻璃可以睇到中央嘅泳池同埋另一邊嘅主人房，而且向外嘅唔係落地玻璃，私隱度十足之餘，俾我感覺安穩平靜嘅感覺。獨立屋入邊嘅裝修同埋用料都好好。經紀話呢個單位係連精裝嘅，佢之後 send 咗一啲相俾我，比起我影嘅清水樓仲好。我響度用佢啲相快播俾大家睇一睇。平面圖寫係220平方米，同中介講嘅有出入。不過如果真係買先至深究啦。睇下經紀俾我嘅相，呢度係門嘅出邊，呢度係入大門後面嘅走廊，然後係樓底超高嘅大廳。呢一個係大廳嘅正面，由大廳能夠睇到泳池同埋主人房。呢一個係由大廳中間嘅廚房位向另一邊拍過去，泳池都係泳池。泳池呢一個係廚房同埋飯廳嘅位置，不過呢一邊冇電視，唔可以食飯嘅時候睇電視。然後呢一個係主人套房、衣帽間同埋主人房嘅套廁。另外仲有2間房，呢一個係客房1同埋客房2。離開嘅時候唔到2分鐘，我哋仲睇到清邁數1數2嘅國際學校。300萬港紙，響香港只能夠買到200幾尺嘅納米樓，響清邁就已經能夠買到2000尺連泳池嘅獨立屋。如果覺得300萬太貴，我哋睇一睇公寓。雖然不料今次冇真係去睇盤，但係我哋今次旅行響離市中心唔到10分鐘車程嘅地方租咗個 Airbnb， 係上年啱啱落成嘅公寓大樓，頂層有無敵嘅城景大泳池，350尺精裝嘅 condo 公寓。我哋住咗6日，係1400蚊港紙。上網查過，同一個公寓月租大約3500蚊到4000蚊，買嘅話大約80萬港紙左右。而500到600尺2房嘅精裝 condo，
月租大約5000到6000蚊，買嘅話大約110萬港紙左右。所以豐儉由人，睇自己需要。離市中心遠一啲嘅地方，5000蚊亦都可以租到上千尺嘅地方。你問我冇太多錢，1500到2000蚊可唔可以租到呢？可以嘅，只要遠一啲、細一啲、舊一啲，月租1000幾蚊都仲係有嘅。簡單嚟講，越遠就越平。同樣嘅價錢，睇你想要方便定係想要空間。睇樓差唔多睇到呢一度，大家嘅感覺點樣？歡迎留言講一下。第三部分，外國人響清邁買樓嘅限制。大家睇到呢一度，心情一定有啲雀躍。不過原來外國人響泰國買房地產亦都有一定嘅限制。我係根據中介所講嘅話俾大家聽，所以亦都未必係100%正確，敬請留意。經紀話，一般外國人響泰國買 condo 或者公寓係冇問題嘅，攞本護照就可以買到。但係如果連地皮嘅獨立屋就比較麻煩啦。泰國政府想確保泰國嘅地皮有51% 響泰國人手入邊，所以如果外國人想買獨立屋，就唔可以用個人名義去買，通常係要同泰國人開設一間公司，名義上嗰一個泰國人係擁有51% 嘅股權，你擁有49%，而實際響合約條款上面就會令到嗰一個泰國人放棄呢一啲嘅股權。開設呢啲公司可以經過中介使少少錢揾人去代辦，但係不料一聽就覺得有啲麻煩，同埋長遠有啲唔確定性嘅風險。我諗我自己就唔會揀啦。經紀又話，所以開發商有類似第一間睇嗰種30年租賃嘅房屋，主要針對外國人市場，可以續租2次，最長90年。呢一種長租模式，我覺得反而比較可靠，明買明賣。第四部分，響清邁退休租樓定係買樓好呢？不料認為呢個係因人而異嘅。睇過資料之後，不料自己就偏向租樓。即使有網友想買樓長居，我仲係建議佢哋先租後買，先租1-2年住下先，觀察一下，感受一下生活係咪適合自己，先至再決定係咪買樓。月租500尺嘅精裝 condo 先至5000到6000蚊。遇到泰國政府有啲咩政策嘅改變，或者住滿咗，亦都可以隨時返香港或者去其他嘅地方。咁樣現金流比較容易控制，比較安全。調翻轉，喺泰國買樓，按經紀講，外國人係好難做到按揭嘅，一般要一炮過全數俾錢。賣樓又唔似香港，比較難轉手，投資升值嘅潛力亦都比較低，風險較高。不料就覺得好似將買樓嘅錢用嚟投資收息，用嚟交清邁住屋嘅租，比較靈活。第5部分，泰國居留簽證嘅種類，你適合邊一種簽證？解決咗住屋嘅問題，再嚟睇下居留簽證嘅問題。你可能話，日本、台灣依家嘅生活指數其實都唔高啊，點解要揀泰國呢？因為不料覺得泰國長期居留嘅簽證比起日本、台灣都容易，唔使一定要高學歷或者俾錢俾心力時間響日本、台灣做生意先至能夠長居。所以接住落嚟，我哋睇下泰國有啲乜嘢簽證，邊一個適合自己。不料先戴個頭盔，我唔係移民專家，我亦都只係響網上揾資料，未必100%正確。而且泰國嘅簽證政策成日都會變，啱啱5月底先至變咗一次。如果大家打算移民清邁或者泰國嘅話，記住自己再詳細做功課。網友如果發現我有錯嘅話，亦都歡迎指正。呢一條片只係想俾打算去清邁退休或者移居當地嘅朋友一啲入門嘅資訊。向不料做資料搜集嘅時候，發現原來泰國有10幾種長居簽證，要講晒實在太多。我響度只係講一般平凡大眾比較大機會用到嘅4類簽證類型。第一，用錢解決精英簽證，有好多 YouTuber 亦都係用呢一種簽證長居泰國。呢一種簽證最大嘅特點係方便，可以用錢解決，而唔限年齡，明買明賣。由於泰國希望借呢個簽證促進當地嘅經濟，所以你俾錢買呢一個精英簽，佢會當你成上賓康待。例如，佢會提供機場豪華轎車接送、英語24小時支援服務、身體檢查、SPA、高爾夫球場使用權等尊貴嘅待遇。申請過程非常簡便，3到4個月內就可以攞到簽證，唔使準備繁瑣嘅材料，適合於有錢但係唔想麻煩嘅朋友。簽證限期提供5到20年嘅長期簽證選擇，但係20年要被政府邀請先至可以能夠申請。2024年新收費係由5年90萬泰銖，大約19萬2港紙，
到20年嘅500萬泰銖，大約107萬港紙不等。但係其實上年2023年嘅5年簽證先至60萬泰銖，20年簽證先至100萬泰銖，足足漲價漲咗5成到5倍。以2024年申請5年到15年嘅簽證計算，等於平均每個月嘅每人居住成本大約要2700到3200蚊。另外諗下，仲有一個風險，未來泰國政府會唔會再增加收費呢？即係假如有人將香港層樓賣咗移居泰國，但係10年後突然大幅加價，難以再續簽，到時點樣算呢？再講翻費用，我當簽證成本1個月3000蚊，即係生活成本一個人由5000蚊變成8000蚊，兩個人由7000蚊變成13000蚊，感覺又變得好似有啲唔划算喎。2. 用年紀解決養老簽證，只要年滿50歲，同埋喺泰國存款金額唔少於80萬泰銖，即係大約171000港紙，滿足健康同埋保險要求就可以申請。但係呢一種養老簽只係簽1年，要每年續簽，而且離境比較麻煩，要先辦理再入境簽證先至可以離開泰國，比起精英簽麻煩。不過勝在成本非常低，適合50歲或者以上打算低成本喺泰國長居嘅朋友。另外，無論精英簽或者養老簽，都需要每隔3個月到移民局或者地區警局報備。不過據說有服務可以代辦。另外，呢兩種簽證都唔能夠喺泰國工作嘅。3. 用超強財力或者能力解決長期居留 LTR 簽證，呢一個係泰國2022年9月推出嘅移居方案，分為以下4類。由於第3同第4類嘅門檻實在非常高，要碩士以上嘅高收入人士先至可以達標，應該唔係一般人能夠達到。我喺呢度就唔講啦，我哋集中講下前2個，全球富裕公民同埋富裕退休人士。簡而言之，呢一類人士係必須年收入至少8萬美金，大約624000港紙，而且擁有100萬美金嘅個人資產，或者50歲以上，並且投資25萬到50萬美金到泰國政府債券、外國直接投資或者泰國不動產，仲要購買5萬美元嘅健康保險或者10萬美元嘅存款。呢個 LTR 簽證係10年可續簽證，先批5年，再續5年。比起精英簽或者養老簽，佢嘅好處係移民局報到嘅時間係1年一次，而唔係3個月一次，仲可以申請數碼工作許可證喺泰國工作。佢唔似精英簽，直接俾錢政府解決，而係投資，錢仍然係屬於你嘅。不過如果喺泰國投資，據說回報就好一般啦。本台有用 LTR 嘅網友話，股息同埋債息等被動收入都能夠計算喺呢8萬美金嘅收入入邊。即使係咁，不料仍然覺得富裕公民呢一個入場門檻實在太高，而富裕退休人士50歲以上買一個25萬美金嘅泰國房地產，再加上4萬蚊嘅被動收入，呢個仲算可以考慮嘅。4. 間接用錢解決投資簽證，你可以透過投資泰國官方核准嘅投資項目，做最少1000萬泰銖，大約215萬港紙嘅投資，就可以獲得1年嘅投資簽證，之後可以無限每年續簽。呢啲嘅投資項目包括高新科技產業、綠色能源、製造業、農業、數碼產業等等。不料就冇再細心研究呢一啲詳細內容啦，因為感覺200幾萬投資呢一啲，不如精英簽明買明賣仲好。除咗以上所講嘅4種簽證，仲有好多其他嘅簽證，例如工作簽證、學生簽證、俾幼年學童家長嘅陪讀簽，有泰國親屬嘅依親簽等等。因為呢一個頻道主要講退休，我就唔多講啦。泰國實在有太多類型嘅簽證啦，而且又經常有政策嘅改變。不料啱啱見到5月底又有一個新鮮火辣嘅新政策，我哋一齊睇下。1. 旅遊簽證，雖然呢一個唔係移居簽證，但係我亦都要睇一下。用香港特區護照去泰國可以免簽當地逗留30日，而啱啱5月28日，泰國內閣通過咗新措施，6月1日起，免簽入境泰國停留嘅時間由30日延長到60日。睇新聞講係包括香港嘅，咁點解我要提旅遊簽呢？因為不料之前睇到一篇新聞，2024年1月1日開始，將對泰國稅務居民嘅海外收入課徵個人所得稅，旅客、短期工作者同泰國簽有雙重課稅協定而喺國外有繳稅者則可以豁免。喺納稅年度入邊，居住喺泰國滿180日嘅泰國公民或者外國個人被視為稅務居民，
無論收入嚟自國內或者海外，只要收入響該年度進入泰國，就需繳稅。據說呢啲嘅收入係包括海外銀行收取嘅利息或者股息。雖然香港同埋泰國簽有雙重課稅協定，而且只靠自我申報，但係一定要小心，可能踩中地雷，稅率可能高達35%。我睇其他網上嘅資訊，當地唔同嘅律師有唔同嘅演繹，似乎未完全清晰。另外，假如大家退休之後唔想長居一個地方，想享齊人之福，旅居各地，間中響日韓台、泰越馬、中國內地或者歐美各地各住幾個月，其實用旅遊簽證亦都有一大嘅好處，同時能夠避開上述嘅稅務問題。不料啱啱去泰國嘅來回機票年稅先至1100蚊，而我今日睇7到9月仍然係差唔多價錢。假如旅遊簽證有2個月，一年來回6次先至7000蚊，即使機票貴1倍，計一計隨時都比精英簽平。當然，大家要解決翻到嚟香港嘅住屋問題。如果一年只打算留喺泰國4個月或者半年，咁樣60日嘅旅遊簽證隨時就係更好嘅選擇啦。而目的地簽證，泰國喺5月底亦都公布新增一款新嘅簽證，叫目的地簽證 DTV Visa， 係針對數碼遊牧工作者、遠程工作者嘅，係5年期嘅有效簽證，申請人需年滿20歲。申請簽證嘅費用係1萬泰銖，申請之後每次入境可以停留180日。喺泰國嘅時間需要證明自身有50萬泰銖嘅儲蓄，可以展延一次，為期180日。新規主要係針對數碼遊牧工作者、遠程工作者、自雇工作者，同埋對於學習泰拳、泰式料理有興趣嘅人，允許攜帶配偶同埋20歲嘅子女。但係呢一款簽證嘅申請程序仲未正式公布，可能再要等1年半載。感覺呢一款新嘅簽證最平同埋簡單化算，而且適合不了，因為我而家已經係不了，都算係半個數碼遊牧，係咪？做一個簡單小結，50歲或者以上可以考慮退休簽或者長居 LTR 富裕退休簽，而50歲以下可以考慮精英簽，但係必須要考慮成本，因為計入生活成本嘅話，又變得唔太吸引。或者可以考慮將來推出嘅目的地簽證，或者60日嘅旅遊簽證。而非常有錢嘅話，可以考慮 LTR 全球富裕公民簽或者投資簽。有小朋友嘅話，就可以自己再睇下學生簽同埋陪讀簽。第6部分，不料對清邁退休嘅睇法。不料雖然向往喺清邁嘅生活，但係講到底，主要都係因為佢嘅 CP 值性價比比較高。慢活，我自己冇返工，響香港已經好慢，連女主角近來都投訴我行得太慢，可唔可以行快一啲？但係如果清邁嘅物價同香港一樣嘅話，我諗我寧願會選擇香港，或者我係一個超級富豪，可能我就會選擇日本而唔係清邁。所以對於簽證，我依家係唔會考慮精英簽，因為今年加價之後，計起嚟整體生活嘅成本已經唔太划算。因為不料媽仍然喺香港，我視察同埋睇咗呢啲移居資訊之後，我暫時仍然會傾向大本營喺香港，然後四處旅行或者旅居，隨時用將來嘅旅遊簽喺泰國住2個月，喺日本住2-3個月，或者喺其他地方四處住一段時間，或者等泰國遲啲推出嘅目的地簽證做數碼遊牧，又或者再過幾年50歲之後用退休簽。如果真係中意嘅話，50歲之後買個細單位，用被動收入證明攞一個自由出入境嘅10年 LTR 富裕退休簽。呢啲簽證勝在成本夠低，長居亦都可以喺泰國其他地方享受陽光同海灘。對於大家嚟講，長期移居泰國亦都需要考慮醫療同埋保險，或者短暫返香港，同埋有大病返香港居住嘅成本問題，同埋大家有冇需要65歲申請長者生活津貼之類？因為長者生活津貼規定，申請前1年需要連續居港最少1年，呢啲亦都需要留意嘅。最後，咁要幾多錢先至可以響清邁退休？不料覺得一個50歲以上攞退休簽證嘅朋友，如果有300萬，創造每個月8000蚊嘅被動收入支持生活，到差唔多最後食埋隻母雞，應該已經足夠。第7部分，從遊清邁旅程快閃講。呢一條影片比較長，但係我亦都簡單分享一下今次清邁之旅。我哋達成咗每1日按摩嘅目標，6日按咗7次，由技術治療嘅泰式按摩到優雅放鬆嘅 SPA 都有去咗大象 cafe， 亦都去咗好多嘅寺廟、泰國小村莊同埋文青村，睇咗泰拳嘅比賽，係真打嘅，拳拳到肉，
2個幾鐘睇咗8場比賽，130蚊左右，好精彩，值得去睇。仲去咗好多嘅市集 ，JJ Market、Coconut Market， 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市集。響旅途上面，好高興 YouTube 有網友即席教路、互動旅遊，話俾我聽有一間雞飯好食。雖然我哋中午12點4已經去到，但係或者真係太好食，朝早已經賣晒所有嘅雞飯，佢哋亦都開始打烊，我哋就摸咗門釘。清邁嘅人真係唔完全只係為錢工作，賺夠賣完就收工，或者呢啲就係真正嘅 work-life balance 啦。響最後一日，仲發生咗一件神奇嘅事，女主角 message 叫我買一包泰國番茄零食，傾下，啱啱 Grab 嘅私家車嚟到，司機見我哋有好多行李，問要唔要開車尾箱，我哋話好，一開竟然睇到女主角啱啱叫我買嗰一包零食，咁神奇，上天係咪有啲啟示想俾我呢？第8部分總結，今集分享咗清邁大概嘅生活指數，同埋不了實地考察睇樓團，仲有移居泰國嘅簽證種類同埋價錢等等，相信大家對移居清邁有咗初步嘅了解。YouTube 上面亦都有好多其他移居泰國嘅頻道，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睇睇。泰國政府嘅簽證政策、稅收政策近年成日變嚟變去，不了感覺到泰國好想借此振興當地嘅經濟，但係同時對想長居泰國嘅人嚟講，帶嚟一定不確定性嘅風險。就好似幾年前馬來西亞突然大幅提高 MM2H 第二家園政策嘅門檻，如果已經移民當地嘅人，有機會因為財政原因唔能夠續簽而被逼回流返港，但係到時有嘅錢已經未必足夠喺香港生活，所以無論想移居去邊一個國家，實行之前必先要有充分嘅考慮再作決定，先短居體驗，再決定係咪適合喺泰國清邁長居。房屋方面同樣係先租後買會比較安全。不料希望目的地簽證可以快啲出台，到時再為大家更新。今集就到呢度，感謝你睇到最後。有興趣嘅話，可以由第1集開始收睇所有嘅影片，全部精彩。之前推出嘅長者退休系列反應熱烈，亦都適合任何年齡嘅朋友收睇，大家之後一定要去睇翻啦。希望你能夠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越多嘅分享同埋點讚， YouTube 就會推薦俾更多嘅朋友睇，幫到更多嘅人。有錢嘅善長仁翁可以俾個超級感謝。今集就到呢度，記住俾個 like、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下次見。